共国内有一种全世界，我查没有任何国家都有的职业，庞大的组织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独创的。你们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职业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有700多万在职人员，旱涝保收，全世界唯一。这种职业叫什么？嘿嘿，你看你们就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叫网格员。中国共产党把整个国家全部人口按照居住地、城市社区每300到500户骑手都有，公务员都有，明白吗？城管也有。网格员农村每100到200户或一个自然村发展成一个网格，把整个国家有人住都是网格。然后每个网格派1个人到 N 个人在网格进行全面监督管理，这是党的弄。然后通过中国共产党谁管呢？叫政法委以及各省市网格化管理推进报告。这里面公开的数据你一统计就知道目前2023年450万个，现在500万个，目前整个国家被中共划分了500万多一点的网格。那网格员的专职和兼职管理的人数，中共的公开资料700多万人，中共公开资料，其中呢，基层一线专职和兼职的网格员600多万人，这些人负责对全国500多万个网格地区进行直接的监管，剩余呢还有100多万人负责对这些一线网格员进行管理和网格体系的维护建设，然后其他还有几十万的辅助人员。这700多万人，这数据是谁的？中共的公开数据。但是国外很多研究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专职跟兼职的网格员人数在2025年就超过了2000万人。为什么这个人数比中共的数据多了将近2倍？主要是大量网格实际的管理人员都不是一个人。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海南的文昌地区，按照社区跟自然村划分，只有270个网格，那应该是270个网格员。但是当地政府的网格管理报告数据显示，270个网格再次被划分为5717个微网格，共计由408名专职网格员和1948名兼职网格员，还有超过500名辅助人员共同实行监管。也就是共计2856个人对270个网格进行监管，每个网格的实际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超过了10个人，网络内阁成员。我个人呢也认为这个2000万这个网格员比较符合中共实施维稳的具体方式的实际情况但是呢，为了防止小五毛小粉红捣乱，我后面分析都是按照中共的官方数据700多万人分析，但是大家知道就行了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网格员实际上很多，那网格员多，经费就多了。我按700万分析，那中共对整个国家500多万网格派出的700多万网格员，每一年网格员的人员经费支出有平均值，总值一算多少？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年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全部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每年4000多亿雇这些人。那这些人是给国家干活的吗？不是，国家财政拨款，但这些人是只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这是党的专职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不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不属于任何国家基层公共服务范畴体系，党的组织不是国家的基层公共服务中共的官方人员明确指出，网格员的作用是在传统的党组织、居委会、村委会、派出所之外，中共增加的一层深入居民日常生活的专门的社会感知网络，全面辅助中共按照中央指示实施对网格范围内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负责发现现有信息化系统发现不了的情况，并交由指定数字平台进行汇总，以及上报中共政法委体系政法体系进行处置。
达成什么目的？达成中共把发现社会问题以及处置社会问题，就是维稳问题的时间提前到问题形成规模以前，叫主动创稳，创造的创，维稳的稳，主动创稳效果。网格员是中共政治体制由上而下的基层社会核心治理工程。由于中共国网格员的所有权利跟职责都是中共的党直接授予的，所以不用通过全国人大的任何法律支持，我们可以叫做非法的，但是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好吧？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共叫什么？这中共达成的叫建立针对全社会中国人的住宅、人口、活动、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等等都纳入基层持续采集、监督、汇总，并上报中共治理网络的叫寒蝉效应，噤若寒蝉的寒蝉效应这个就是极有效的一种监控网络。达到什么程度在学术体系上达到就是不让一个人能感觉他在每时每刻被监视，而让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在无处不在的监视他随时监视他，感觉不到随时监视他。目前中国网格员4项工作职责很明确：第一，社会感知，采集你网格内所有相关的社会信息，有明确的一个表，并预估风险程度；第二，信息汇总和上报；第三，实施提前干预，发现风险提前干预；第四，叫震慑与自我约束。对，有网格约在明确说了，那这个社区就被震慑了，大家就自我约束，不敢说了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就为什么你看到哪怕国内封锁这么严格，都能看到有新闻，网格员半夜闯入居民家中，号称汇集信息，然后居民打电话报110，派出所不管。为什么？派出所是政府组织，网格员是党的机构，党在中共国是高于法律的，派出所管个屁所以是党组织，既然是党的组织，就不可能按政府的组织一样，不通过人大所以他也不会像什么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税务局等等这些政府组织一样公示信息，多少人都是干什么的，什么职务，挂什么衔，叫什么名字，你看照片都搁那儿，政府去，但是政府需要，但是网格不是，不担责任，所以没有任何中共官方资料宣告网格员要公示信息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哪一级，网格员的完整姓名、工作编号、劳动关系等等都隐藏特别是专职的。由此，网格员如果对任何一个他所管辖地区的公民实施了风险标注，特别是高标注等级，那就可能导致这个公民就别说出国了出国肯定被限制了，连国内的很多基础条件都会被限制什么考学什么减免税收都可能。而且很重要的，你记住了，网格员只要他标注，你是没有地方申诉跟说理的。对呀，你的不良数据是什么？什么时候谁记录的？你知道吗？记录你的依据是什么？共享给哪些单位了？对你的惩罚时间有多长？什么深度有多长？你需要向哪些单位申请？能更正？能复议？能让哪些司法机构参与？全都不知道。所以网格员要标注你是危险分子，那你就完蛋了，你干不了。关键你他妈取除不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给你弄的，对，公检法不知道，社区不知道，居委会不知道。另外一个关键是，标注你进入危险名单，也就是所有对公民权利跟信息影响的这东西，都是网格员自我认定裁量标准决定的，这个是最狠的你这傻，昨天你晚上半夜回来停个车，堵了网格员的车了。你根本不知道堵了网格员车了，人家一看你堵车了，人家愤怒了，给你找个理由，啪给你拉了监控黑名单。你他妈出国贷款你就都别想了考公务员就都别想了。对呀，就是所有的你是不是危险提交的这些东西都是网格员给你定的，都是网格员给你定的。所以大家知道吗时间原因不继续这个话题了，不抨击了。我讲这个话题就是希望大家认知清楚，
就是对你的边境监控也好，对你的资金监控也好，对你的信息翻墙监控也好，设立网格员也好，等等行为，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这傻逼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需要把整个国家的人财物都归自己所有，让自己随意奴隶，让自己永远能够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所以这所有干的这些事刚才讲的这些事就全是如此，全是如此，都是具体表现，本质一脉相承。变换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终极目的啊！所以好多人拿着买华为手机，就我觉得华为手机嘚瑟这些中共国人，你说你真的傻的，你满脑子都是大便啊！我原来国内也使华为手机，出国我就知道了，原来不明白。对吧？特别是跟搞技术的聊，就是你他妈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为什么公检法给你抓走敲诈你，把你所有存款全敲诈走了，给他们你一个自由。这幕后黑手就是你买的华为手机。对呀，就是你说你买了这么一个24小时监控这么一个玩意儿在你身边，你是生怕自己死得慢是吧？没办法啊，所以中共国人呢，为什么我说有很多人该死？这个海啸中没有一颗浪花是冤枉的，没办法，清白的，没办法。这么一个玩意儿你也干啊？这么一个玩意儿你也干啊？那我讲这个话题为什么到这断了？我讲网格员，我是主要跟大家讲这数。中共每年可以花大几千亿豢养网格员，对这个国家的人进行监控。你看这钱花的。那另外一方面，中共国这个华夏民族的死活，未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在乎？老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啊，答案咱们都知道，完全不在乎。念一些数据啊，官方的，比如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门公布的官方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人数327万对儿，历史最低数据，最少数据。离婚人数上半年138.3万对，历史最多数据，最高数据啊！咱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把婚姻这个结婚的点儿啊，都什么夜总会啊、卡拉 OK、银行里面都可以办结婚了啊！离婚冷静期1个月以上，就这样，结婚人数最低，历史最高，离婚。好，放在这儿。第二，2025年全中国整个新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历史最低数据，这咱们都知道，以前讲过了，一个个讲念大家知道啊。第三，根据中共第一财经公布的官方数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20年的时候，20到44岁的育龄夫妇中出现不育困境的，也就是明确生育困难的人数是5480万对，而到了2025年，这个数值就增长到了6060万对，也就是2025年全中国育龄夫妇共计1.4亿对中，出现生育困难的人占了43%啊！这个咱们以前讲过很多，比如中国的男人精子活跃率全世界最低水平啊，去互联网查找人工智能问就知道啊。那经过治疗，这里面有很多人最终脱离了不孕不育群体，但是完全不孕不育的人数2025年仍旧在中国育龄夫妇总数里达到了23.2%，也就第一财经说，每5个中国夫妇中就有1对不孕不育的，没办法啊。第一财经报告预计2030年中共国育龄夫妇中不孕不育的夫妻人数会从2025年6060对增加到6740对，2035年这个数值达到7440对，而且数值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生育下降20年平均系数后出现的结果。啥意思？也就是未来的中国国出生的人越来越少，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结婚的人里面不孕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啊！我讲这些数大家可能乱了，总结一下，咱们就说很简单，就是结婚的人数快速下降，历史最低，而且不断下降；离婚的人数不断增加，历史最高，不断增加；孩子生育数量历史最低，还只能且不断减少。因为结婚人少，而不孕不育的人数占总婚育人口的
比例不断，现在就历史最高，而且会不断增加。大家都明白了吗？全世界最低水平或最高水平，不光是中国纪录，比如14亿人口，对1年700多万新生儿总和生育率，世界最低比日韩都低。14亿人口对600多万对总和新婚率，1.4亿对育龄人口和6600对不婚不育人口比例等等，这么可怕的局面，这是民族危亡可怕局面。那中共干了什么？是不是今天局面？不是，咱们都知道这个局面前几年，咱不说发达国家，就中国边上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这些国家都发现了。这些国家都做了什么？这些国家这几年把提高生育率、降低不孕不育比例、增加生育率都列为国家工程。你们去网上看看这些国家不念了，给新婚夫妇多少资金、资源、条件、购房、工作补贴，新生儿大量的现金补贴，成长中进幼儿园各种环境上学的各种补贴，多的难以想象。大家去查吧，每个国家都去查。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些国家都意识到，人口问题是民族繁衍国家兴旺的最终极问题、最重要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几乎成了中共周边这些国家执政党最核心要完成的任务就现在执政党在野党打的人仰马翻的，咱们都知道台湾那打的天天的骂成这样。7月24号咱们知道3读顺利通过法案，都支持，所有党派都支持执政在野，每个新生儿会出生大量补贴支持，以前就有，以前的基础上再次台湾政府财政拨款给每个人多少？114万新台币，20和23.8万人民币，无偿支持，无偿他们自己开玩笑，18人一人可以买一辆特斯拉18岁一人可以用政府的钱买辆特斯拉开玩笑你看看这些国家做的，自己看看再看看我们小粉红无限热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呢？直到2025年，去年我们实施的政策叫每个新生儿3岁以下每年补贴3600块钱，3600块钱，且3年最多10800块钱的政策。就算这个政策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落实，甚至一些落实发放补贴的地方，当地政府又把补贴收回去，有意思吧？就是大家想想，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新生儿才700多万，我们按800万计算，每人3600块钱，共计288亿元，而且这钱最多只发3年最大值中华民族14亿人口延续那么多人在死，没有新人，以后未来没有劳动力，就这最多288亿元，这还是预算，这里面大量钱发不出去，而且很多不一定到得了民众手里。288亿人，这边呢给看着民众的这些特务网格员一年仅工资支出4000亿，听明白了吗？4000亿，这是党的组织，不是国家的，花费的却是国家的财富，不是中共的党产。所以我为什么叫摆事实讲道理，不听别人说什么，你看就完了吗？做什么了？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华民族现在生育生死存亡的最大难题，在周边国家都有明确的历史教训，都已经做出超级积极状态应对的情况下，有比较的情况下，最多一年拿200多亿解决问题，态度就这200多亿，爱他妈要不要还都给你收回来。这边呢，监控民众，让民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奴隶为共产党100%服从干活。光网格员这一部分维稳的多了，维稳体系太多了，网格员其中一块，仅网格员这一项每年支的钱4000多亿，是工资超过他妈的200多亿的20倍。所以老话，不听别人说什么，看别人做什么，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都讲到这儿了，那么这个傻逼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这种狼子野心，为了达成自己的独裁统治，全面奴役这个国家的民众，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未来生死，不在乎中华民族的延续啊！就这种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你怎么可能还有任何质疑的地方？对呀，可比性你一比不就完了吗？一比不就完了吗？这个逻辑上国家超级重要，民族延续，这个他妈的监督民众维稳的一个小破事儿，就这两个事儿重视程度应该是极重极轻，中国反了，天差地别。也就是明确告诉你，习近平告诉你，宁可中华民族亡种，他妈没了，也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民族的独裁统治和全面剥削，就他妈剩一个人也得让我奴役着，全死光，党不存在了，那他妈前提是什么？是这个国家人民全他妈嗝屁光了，全死光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们自己想啊，甭管是对进出境的管理啊，甭管是网格员体系啊，甭管是这个中华民族延续这些事儿，其实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态度表现形式不一样，态度本质一脉相承啊。这个国家整个的人财富资源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政党霸占的对象，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把它据为己有，而至于这个国家和人民能不能活下去，他是从来不在乎的，从来不在乎的，完成的就是他自己的独裁跟无限剥削啊。所以国内的钱财他要拿走，海外的钱财拿走，体制内的跟他一起干坏事不许出去，绑在一起啊，不让任何民众感受民主自由的机会啊，巨资构建国内网格员体系啊，监控监督啊，巨资构建海外的这种国民监控体系啊，由各种群体监控监督等等。但是对中华民族，我讲了啊，不管爱死不死啊。然后呢，此外说一个大家别的悲伤的事儿啊，国内朋友跟我讲，那时候聊天说为什么每年发3000，说3000也不想给，当年就1分都不想给，3000是从维稳角度讲的。因为周边的国家给的太多了，这些信息一定会传到国内，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表态，周边国家都给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不表态，那么维稳的风险就会呈现很严峻啊，所以怎么也得给点儿，实际上就是平息民怨啊，也就是从这个傻逼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角度，如果不是为了维稳平息民怨，1分钱都不给，爱他妈生不生，爱死不死，这个国家民族爱亡不亡。中国国人生了活下来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但是奴隶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好吧？啊，就是当然，如果有人说，哎呀，老翟你黑中共，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啊。如果小粉红，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给我解释解释，中共这干嘛呢？这边他妈多少钱？这边他妈多少钱？你给我解释解释吧。啊，所以老话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